老公说我没有大爱，福利院义工做了这么久，竟然不想收养个孩子。咱们都有宝贝女儿了，你想收养的那个小男孩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？一向佛系的老公竟然觉得我侮辱他，拎着包去山里住了。婆婆劝我多个儿子多好，2个孩子有个伴。公公劝我，大不了我多给你过户1套房子，多个孩子只是多双筷子。直到我看见了私家侦探给我的照片，老公曾经的初恋竟然跟我抓奸的小尼姑长得一模一样，而我收养的小男孩果不其然是老公的私生子，一家子的精神病。让我来陪你们接着疯吧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老公事业有成，平时就爱盘串喝茶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每到周末就约我去福利院做义工。我看你女儿一个已经够累了，再来一个我可吃不消。你想收养的那个小男孩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？他冷冷地看我一眼，庸俗，背着手叹了口气。我看你就是没有大爱，那孩子那么可爱，你不能给他一个家吗？不能，我的女儿4岁，那个小男孩5岁，2个人能不能玩到一起不说，不是亲兄妹，万一长大拐跑了我女儿可怎么办？收养个小女孩我同意，收养小男孩除非咱俩离婚。周文成估计许久没见过我这么强硬，收拾了行李，自己上山里住了。他平时就爱喝茶，假装风雅，这次更是10天半个月不回家。婆婆见了我们俩冷战，劝我去把人从山里接回来。再怎么闹别扭，他都是妞妞的爸爸，给妞妞那么好的生活环境，万一你俩散了，受苦的是孩子。我觉得他说的言之有理，抹下面子的我当晚开车就直接去了郊区有名的望城山。山上有个不大不小的寺庙，是大学生们最爱的踏青之地。老公说他上大学的时候最爱跟朋友们一起上山，上一支香，求个财神。我打趣，不是求个姻缘，他的眼光晦暗不明，情爱太俗，也只有你这种普通人喜欢。现在我到了他住的厢房门口，却真切地听见了女人的声音，进去还是不进去？我犹豫了许久，直到冷风吹的我打了个喷嚏，屋内的声音顿时停止了。柔媚的女声带着鼻音：“你老婆不会来吧？”周文成笃定地回答：“她只知道带孩子，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我？那我可得关心关心了。”打开手机录像功能，一把踹开了门。老公，在山里过得好吗？哎呦，这床上怎么还有一个女人？你跟我玩甄嬛传呢呀？怎么还想来一个轩轩回宫？那女人见有人闯进来，吓得缩进了被子里。周文成定睛一看，是我，站起身来抢我的手机。殊不知我打开的是家庭群里的录像功能，5秒一个，全都发到了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。程兰，你别胡闹！他一把将我的手机抢走，砸在了墙上，屏幕4分5裂，直接黑屏。我不胡闹，既然捉奸在床，那我们就来谈谈离婚财产怎么分。周文成没想到我如此的冷静，愣了愣，把门缓缓地关上，穿了衣服坐在我的面前。程兰，孩子还小，父母也年纪大了，你就当我喝醉了，饶恕我一次。被窝里的人微微地探出头，我这才看清，他穿着尼姑的灰秃秃的衣服，发髻也梳了起来，长见识了，千防万防。你这样，佛祖没拿雷劈你吗？他长长的睫毛下，双眼无神，肤色暗淡。我有些纳闷，周文成这是花蝴蝶看久了，喜欢这种风格。程兰，周文成转过了我的身子，你什么事跟我说，让他先走行不行？行，我回答得干脆，侧着头冷眼看着2个人。
努力让自己眼泪别掉下来。夜路走多了，早晚撞见鬼，下次被别人的老婆撞见了，保不齐直接被暴打进医院了。没想到裹着素色袍子的女子全身一颤，哆嗦着跑了出去。周文成的目光一路追随，满眼的心疼。心疼了，我插着肩靠在椅子上，分家产，明天我就给他让地方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是妈妈最中意的人选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这么说，要不是你妈相中我，你还不能跟我结婚呗？愤怒被羞辱所代替。周文成，现在是你被我抓到了，你看看自己有一点承认错误的意思吗？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眼，是妈妈，随即点开了免提。周文成，你是不是皮紧了？你这样做对得起谁？不把程兰哄好，这个家你别回来了。我惊讶于婆婆竟然如此生气。周文成垂下了眼睑，低低地应了声嗯，沉默了许久。就在我以为明天要去领离婚证的时候，他开了口，我名下的5套房产跟2套商铺都转给你，只要你答应不离婚。这么拼吗？那些房产加起来有上千万，真心悔过？我有些疑惑，他不敢抬头，只默默地说了一句，只求你让我收养那个小男孩。心瞬间收紧，那个孩子如黑洞般的眼神让我难忘。他虽然冷漠，但是却让你移不开眼。虽然心软，还是追问，为什么是他呢？周文成扣着自己的指甲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的声音说，因为他长得像小时候的我。他的眼神一下就看穿了我自卑而脆弱的心。我皱了皱眉，你还自卑又脆弱？商场上杀伐果断的又是谁？他带着我30几岁就早早躺平，为了房子我也不应该拒绝。点点头，我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那孩子不是你私生子吧？婆婆见我跟周文成一起回来的，狠狠地捶了他一拳，转而来安慰我，兰兰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原谅他这一次。说着摘下了手上水头极好的玉镯，这个你先带着，以后妈再给你买新的。这镯子是他60大寿花几百万买的，现在轻而易举的就给了我。这下我反倒是希望周文成多出几次轨了，每次净赚1000万，这笔买卖不亏呀。我笑颜如花，我这就拿着材料，我们现在就去办收养程序。婆婆狐疑，什么收养？周文成不吱声，只是蹙着眉喝茶。我拿出照片，文成在福利院做义工的时候，跟个小男孩投缘，想要收养了他。婆婆细细地看着照片，突然咦了一声，摸着照片上的眉眼，这孩子跟我们是挺有缘分的。看婆婆如此爽快，我开玩笑地问，你说这孩子不会是他的私生子吧？那不能，看自己反应的这么快。婆婆笑了笑，咱们家妞妞才4岁，她怎么可能有个这么大的儿子？公公看了照片后，久久没说话，只叹了口气，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吧。福利院能是什么好地方？全家的气氛如此奇怪，我的心里升起一阵莫名的疑惑。那孩子带着天然的疏离，我以后就是你的新妈妈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直直地跑开。我有妈妈。周文成冲我尴尬地笑笑，转身去追，一路无话。家里却已经忙翻天，公婆买来的儿童床已经就位，书桌玩具一应俱全。这一切在我们出门的半天时间全都准备好了。女儿递水果给哥哥，他犹豫着接了，全家热络，插不上嘴的只有我一个人。白露啊，你以后就叫周白露，知道了吗？婆婆搂着孩子的头，一会说我的亲亲小乖乖，一会说我的小宝贝，亲得不能自已。公公慈祥地看着孩子笑，
我的心底升腾起来的疑问压都压不住。私家律师把照片递给我手里的时候，我一瞬间觉得有些穿越。我的老公周文成意气风发，穿着一件白色衬衫，怀里搂着的女孩长发飘飘。他不是不喜欢白色，从来不穿白衬衫的吗？看着一张张照片，我笑出了声。那天在山上见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尼姑，而是我老公相恋10年的初恋。周白露的亲子鉴定上赫然写着符合，他竟然真的是我老公的私生子，出生日期在我跟老公相亲的那一年。也就是说，他迫于压力跟相恋10年的初恋分手，转头就跟家里介绍的我相了亲，根本不是无欲无求，只是不爱。眼泪滴在亲子鉴定上，印花了上面的字迹。孩子的出生证明上，母亲那一栏写着的名字白青，白月光与朱砂痣。我虽然不想见他，却控制不住自己上山的脚步。一定是那个女人设计让孩子待在福利院里，让周文成把孩子领回了家。我的妞妞就这样被分掉一半的家产，我不服，带着满满的愤怒跟仇恨，我见到了白青。她正在梳头，长长的头发跟照片上一样，只不过稀疏了好多，有了丝丝白发。照片跟亲子鉴定摔在了她的头上。你还有什么能耐，都使出来呀！没想到他肩膀一颤，哆嗦地躲到了石桌的下面，嘴唇颤抖，脸色苍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压抑着自己的怒气，我不会打你，你出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你儿子怎么回事？你不怕我虐待他？没想到他听见了，捂住了耳朵，整个人抖成了筛子。别虐待他，吓成这样。我好生好气，你如果真的还爱着周文成，我愿意离婚，成全你们。他听见了周文成的名字，嗷一嗓子尖叫了起来，头撞到了石桌上，血缓缓流了下来。他的手指摸到了血，更加惊慌失措。我后退3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的惊慌失措跟正常人差别太大，就像是疯了一样。有个同样穿着的女子慌张地跑来，紧紧地抱着他，安抚着：“别怕，别怕，不是他来了。”白青抬起自己的手指，血，这是血。那个女子根本控制不住白青颤抖的身子，她一声尖叫，笑着跑远了。电视剧中出现的场景让我有些迷惑。那个女子冲我大喊一声：“她精神病犯了！”还不快点叫救护车！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几个人都控制不住疯癫的白青，他手里拿着刀，一下下地划着自己的手臂。周文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，他气喘吁吁，上前紧紧抱住了白青，一边安抚他，一边亲吻他，那样的温柔跟眼神，我从未见过。医生上前给他打了针，整个人五花大绑地捆上了车。周文成的眼里有泪，他第一次对着我整个人失控，他精神病复发。你满意了吧？说到最后，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哭了起来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周文成，他竟然会因为一个女人流眼泪，嫉妒跟愤怒涌上心头。他精神病，是我的错，你出轨初恋也是我的错。周文成胡乱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嘴里喃喃自语：你们都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这个世界上最错的就是我，我应该去死，去以死谢罪。他的拳头对着石桌，砰地砸了下去，血顺着石桌流向了刚才白青撞到的地上，地上的血汇聚在一起。他笑着抹了一把嘴角：程兰，咱们离婚吧。结果突然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是懵的，不知道找谁开解。婆婆给我开门，我扑到她的怀里大哭起来：妈，周文成真的要跟我离婚，真的。印象中雷厉风行的婆婆第一次说话带着颤音，她拍着我的后背：没事
没事，妈妈来解决。擦干了眼泪，才发现公公在窗口破天荒地抽了一支烟。他出轨的那个人是初恋。我试探性地说出了心底的话，却见到婆婆的脸瞬间惨白，脱口而出，竟然还是他。你等我去收拾他。我的鼻子有些塞，小声地嘟囔，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了，五花大绑的那种。呵，他那是活该。谁让他一门心思的想要攀上我家，也不看看他什么身份。脑补大戏，心底却又有些悲凉。如果我的家境不够好，如果我父母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那么今日被挡在门外的那个人就是我。心底顿时不忧伤了。人性的丑恶嘴脸让人恶心，却还是故作忧伤地攀着婆婆的手臂。可是周文斌跟着去了，婆婆的身形有一瞬间没有站稳，那女的还缠着她不放。我摇摇头，她见到我就精神病犯了，然后被精神病院抓走了。周文斌就跟我放了狠话。婆婆摸着我的手，你放心，妈给你做主。10年前我没让那小妮子得逞，10年后她也休想。心底不知道为什么生出了罪恶的花朵。我想看婆婆的出现，让周文成怎么选择。精神病院婆婆来得轻车熟路，我走在她的身后，捧着一束洁白的白玫瑰。婆婆冷眼看我，哼，看她还用给她买花？那不是周文成也在吗？拿着花好看一点。她一点我的额头，我的心底罪恶的洞穴越来越深。10年前的那张照片上，白青手里就拿着一束白玫瑰。我想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整件事情越来越好玩了。婆婆见到老公的瞬间，就赏了他一个大耳光，声音响亮的整个楼道都探出了头。周文成冷眼看我，你不用这样看他，不是他我也能知道你都干了什么荒唐事。他想进我的家门，10年前不可能，10年后更不可能。可是他如此恨你，还是给你生了个大孙子。他冷笑，站在冰冷的楼道里跟老太太对峙。婆婆一丝不苟的发型，我硬是看到了一点慌乱。这是我的底线，你赶紧给我回家好好过日子，我才好帮你求情。你想想，你还有个女儿。我装模作样的抹了抹眼泪，故作深情地把花送到了周文成的眼前。我私自找他是我的不对，我不知道他有神经病啊。他怎么样了？我想看看他。你不配。周文成摔了我带来的花，花瓣散落一地，他的皮鞋踩上了洁白的花瓣，碾成了泥。你连他一丝裙角都比不上。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真话太刺耳，却没想到有这样的力量。我的身形晃了晃，紧紧揽住婆婆的手臂，一滴眼泪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婆婆的高跟鞋直直地踹了周文成一脚，滚！转身推开了病房的门。白青躺在床上输液，手上还缠着纱布。见到婆婆进门，挣扎着坐起身来，还没说话，眼圈先红了。阿姨，我不是你阿姨，我是来当恶人的。婆婆从身后把我拽到了面前，拍着我的后背，一字一句地说，程兰才是我的好儿媳，你10年前进不了我家的门，10年后凭着一个儿子照样进不了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那些矫揉造作的手段都给我收起来。周文成拦在了婆婆面前，妈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已经荒废了10年，现在我说什么也要给白青一个名分了。名分？转身要走的婆婆上下打量了床上的白青一眼，长相、身高、学历、家世哪样能跟我儿媳妇比？你就是烂在土里的泥，再作妖，我就把你带着精神病基因的儿子，再给你扔回福利院去当孤儿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身后传来白青声嘶力竭的哭声。我第一次觉得强势的婆婆好爽。妈，文成已经不爱我了，
我没有把握能赢回她的心。婆婆一踩油门，收拾她还不简单，停了她的卡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可是我们都高估了30几岁的周文成，再不是从前好掌握的毛头小子。他带着初恋白月光，在郊外租了房子，过得逍遥自在。我的心里闷闷的，连带着对待女儿的心情也不太好。妈妈，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呀？我想他了。看着像只白天鹅一样骄傲的女儿，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刚想回答爸爸出差了，没想到一直安静无话的白露抬起头，一双大眼睛，黑眼球大得可怕。她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爸爸不要你了。”女儿哇地哭了出来，哇，惊讶于这么小的孩子就会杀人诛心，冷笑着给女儿拿了一个大冰激凌，摸着她的头安慰道：“别哭了，周末妈妈带你去买大乐高。”女儿舔了一口，抬头露出晶晶亮的眼睛：“那我们带哥哥一起去，也给他买。”我看着白露带着一丝渴望的眼神，缓缓道：“哥哥呀，他妈妈会带他去买的。杀人诛心，我也会，而且我是大人，看透小孩的心思，易如反掌。”看着他缓缓地低下了头，继续写作业，默默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才不喜欢。”胜利的快感并没有如约而来，我有点隐隐的后悔，努力地复盘整件事情。他没有错，他的妈妈也没有错，错的是周文成。深深呼吸，我去准备水果给2个写作业的小孩吃，没想到端着盘子在门口，却听见女儿的哭声，抽噎着：“哥哥，你为什么打翻我的冰激凌？那是我最喜欢的小公主地毯。”白露满不在乎：“谁让你不给我？冰箱里有的是，你想吃自己去拿呀，为什么抢我的？”女儿抹着眼泪，蹲在地上拿纸巾擦她心爱的小地毯。我进门的时候，看到了白露的脸上分明带着一丝得意的笑。这一刻我才意识到，物竞天择，这个人天生就是来抢我女儿的一切的。压制住心中的怒气，我通知白露：“我要把你送到你母亲那里去了。”没想到她极度的抗拒，摔了桌上的所有东西，尖叫着，暗黑的眸子看着我女儿：“你们别想好好过，一切都是我的。”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发病的白青，后背瞬间冰冷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到了一个可能，她也会遗传她母亲的神经类疾病。婆婆冲进来，看见满地的狼藉，质问我为什么连个孩子都忍不了。我有口难辩，再看向白露，她的表情已经又变回了人畜无害的乖顺小兔。只有我知道，这是只小狼崽。如何证明它也要开始发病了？这是个问题。安顿好女儿，我趁着夜色去见了心理医生朋友。他告诉我，这样的孩子极度危险，并且不能跟我女儿日常在一起。心仿佛揪了一下。赶回家的时候，我的妞妞在做噩梦，泪水挂满了她的小脸，嘴里一直喊着：“不要，不要，妞妞，妞妞。”我把孩子叫醒，他看见是妈妈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抽噎着说做了恐怖的梦，梦中有怪物要把他抓走，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。我的心一阵抽搐，这样的恐惧在之前并不会在女儿的身上出现。她哭个不停，终于惊醒了熟睡中的婆婆：“妞妞，你怎么了呀？这么晚还不睡觉？”还没等回答，门口一个冷冷的声音：“想让你们都陪着他呗，今天有效果了，以后天天晚上得哭。”我一抬头，一双暗黑色的眸子带着满脸浑不在意的神色。婆婆连忙站起身来，顾不得妞妞，上前拉住了白露的手：“乖带孙，妹妹把你吵醒了呀，以后你门关紧一些，就听不见了。”妞妞正伤心，一看见奶奶走了，更是哭得厉害：“奶奶，我要奶奶，奶奶别走！”折腾到后半夜，
我终于哄睡了女儿，她通红的小脸，嘴里还说着梦话：“别扎我，我疼。”心中一阵惊醒，拿着手机光亮仔细地检查孩子的手脚，终于在大腿上发现了一连串的针痕，有的甚至没有结痂，指甲钻进了掌心，甚至不觉得疼。敢伤害我的女儿，我让你们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！抹干了眼泪，一夜无眠。我的心里有了一个成型的计划：敢伤害我的小孩，谁也别想全身而退。周文成除了喝茶的爱好，为了面子还买了不少豪车。他平日里开不好，总是我在开。白露每次看我拿着车钥匙，眼睛里都有光亮一闪，那是期待。他很聪明，偶尔也会问我一些关于车的问题。早晨，我特意拎着一串的车钥匙等在门口，他看见我，微微一愣。女儿拉着他的手：“哥哥，妈妈送我们俩一起上学。”地库里面一排的豪车，他的手摸了又摸。“你喜欢？”他缩了手，连忙摆手，回头：“喜欢哪个？让爸爸送给你，反正妹妹不喜欢。这些早晚是你的。”真的，孩子为什么是孩子呢？他不会隐藏自己的喜好，当然是真的。到时候保险买贵一点，你撞了也有保险公司赔。2个孩子坐稳，我一脚油门冲出了地库，极致的推背感让2个孩子发出了尖叫。白露的脸上是满脸的渴望，我把钥匙递给他看，他翻来覆去的不舍得还给我。我好想开呀，对速度的渴望让整个人都忘记了自己是个孩子。回家的时候，我故意的告诉他，钥匙我就放在门口，你想看哪个随便看，剩下的就是等于上钩。周末我带着妞妞上舞蹈课，家里的阿姨慌张地给我打电话：“不好了，白露偷开家里的车，撞墙上了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”能怎么办呢？当然是撞死了更好啊！没人跟我女儿抢了。我故作焦急，带着哭腔：“严不严重啊？快点叫救护车呀！”满头满脸的血，车都凹进去一大截，估计要报废了。爷爷奶奶送去医院了，多完美！我带着下课的女儿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。婆婆看见我就拽着我的衣领：“白露还那么小，你怎么能把车钥匙给她？”心中一片冰冷。原来心爱的大孙子出了事，就是我的问题。表面上满脸疑惑：“车钥匙不都在门口放着吗？他周末不在家写作业，溜出门去，没人知道吗？”公公不说话，婆婆低了头：“你说说，现在撞伤了，可怎么跟文成交代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文成呢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怎么还没到？8成还没起床。他不接电话呀，给小三打呀。之前私家侦探给我的资料里都有。”电话拨通，那头是懒洋洋的声音：“喂。”有个熟悉的男生在旁边问：“面条好吃软点的还是硬点的？”我冷冷地回答：“别吃了，孩子出车祸了，赶紧来医院。”周文成突然接起了电话：“程兰，你怎么开的车？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现在要报警，你知道吗？”“知道啊，报警吧，让警方把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爸妈都带走。”他不说话了，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，身后还拉着白青的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能自己开车？车是你买的，孩子是奶奶看的，我又不是亲妈，你问我？周文成摸摸鼻尖，指着我的脸：“程兰，如果让我发现是你搞鬼，我绝不饶你。”我歪着头：“好啊，先看看你儿子死了没吧。”“程兰，你竟然这么狠心的咒我儿子死！”周文成一改往常的温文尔雅，抓着我的衣领，狠狠地瞪着我。我一把推开他：“你管过他一天吗？送他上过一次学吗？辅导过一次作业吗？这些都没有。”他心虚了，没想到身后却有一个女生哭了出来：“是我的错，
我不该生下他来，可是他是一个生命啊，我怎么能扼杀他呢？我点了点头，是啊，然后不养他，任由他送到了福利院。白青的状态比之前我见他的时候好了很多，可能是爱情的滋养吧。他哭着扶到了周文成的心口，抹着眼泪哽咽。我也不想的，不想，真是虚伪。我在心里暗暗地打量，下一个就是你了。都别吵了，孩子出了意外，谁都不想。婆婆一声怒喝，谁也不敢再开口了。白露肋骨骨折，断了之后直接扎破了脾脏，需要摘除。签字的时候，周文成手都在哆嗦，攥着白青的手，却一直也没松开。我咬了咬下嘴唇，心中一片苦涩。妈妈，白露试探地叫了一声，转而又侧过了脸。乖儿子，是我呀。白青含着泪上前握住了他的手，却被一把甩开。你不是我的妈妈，你不是早就把我扔了吗？不不不！白青紧张的话都说不明白，只是一味的哭。周文成上前把白青拽到了身后。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说话？白露咬着嘴唇，她怎么成我的妈妈了？那她又是谁？被指的我微微一愣，竟然还有意外收获。这傻孩子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呀。你去孤儿院收养我的时候，不是让我叫他妈吗？白青嚎啕大哭。我往前上了一步，来，乖儿子，喝粥。好了，带你买大乐高去。人都走了，我歪着头打量白露。你故意的吧？他看也不看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给他盛了碗粥，放在了他面前，缓缓道：我说你故意在亲妈面前认我，只是为了让他们多爱你一些吧。孩子的眼神瞬间慌乱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吹了吹皱，眼睑都没抬。听不懂也没关系，反正如果我是你，就假装上天台，到时候我爱的人一定紧紧地抱住我。抱字，我重重地说了一遍。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的犹豫。我才不听你的呢，随便，反正我的妞妞有爸爸有妈妈，而你什么也没有。心理医生告诉过我，这样缺乏爱的小孩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争宠举动。5岁的孩子有些大了，懂事了，不会直接的要糖要抱抱要玩，而是会逆反的来。一切在我的掌握之中。白露却没有睡好，一夜的辗转反侧。婆婆早上来唤我的时候，满眼的心疼。我故意在医院外面晃悠，直到看见住院部的大楼下面聚满了围观的人群。不好了，有个小孩要跳楼，嘴角的笑就一直没有放下来过。他就是这么的好骗。奶奶在天台已经哭晕，周文成带着白青来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崩溃了，尖叫着不停，一直的咒骂：你根本不是我的小孩，你是个魔鬼，你怎么不跳下去？依了白了。白青又发病了，他坐在天台破烂的椅子上，一直的吐口水，嘴里还念叨着：下去啊，快点下去。白露站在天台边上，没有预料到是这样的状况。听到第一声咒骂的时候，他就捂住了耳朵，嘴里一直尖叫。事态变得如此严重，我也没有料到。尖叫声刺激了白青，他站了起来，缓缓走向了白露，巴掌打下去，又狠又急。你是恶魔，你不能在这里，你快点去死吧。这跟上次发病又不一样，他变得具有暴力倾向了。周文成要来拉住他，却被他一把挣脱，跑到了天台边上，笑得停不下来。白青，是我的错，你快下来好不好？我们冷静一下。周文成颤抖的手一直跪在地上恳求，白青却流着眼泪，一直在摇头，捡地上的石块扔向周文成。砰！大石块打中了他的头，血流了下来。周文成慌乱地脱外套，拿布去擦脸上的血，没想到这还是刺激到了白青。周文成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死了一个小孩，
当时也流了那么多的血，记得。可是后来我们不是有了儿子吗？你下来，我们3个好好的生活好不好？我带你去环境好的地方养病，再也不见这些人了，好吗？周文成的声音低到了尘埃里，白青的表情充满了纠结，他好像听不懂别人说了些什么，口中喃喃自语，转身跳了下去。白青，周文成半个身子已经探到了楼边，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跳了下去。不，我死死地拽着周文成的胳膊，用尽了毕生的力气，他把我狠狠地推开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让我去死，你还拽我干什么？你还爱我吗？流着泪的眼睛模糊得看不清前方，喃喃自语地回答：我的女儿不能没有爸爸。爸爸。周文成满脸的恍惚，随即搂住了已经吓傻了的白露。儿子，以后就剩下我们俩了呀！哭声震天，我抹干眼泪，扶起了心碎的婆婆。她的手微微的颤抖，停不下来。程兰，文成他不会跳楼了吧？我回握她的手，给她一点体温。不会了，他有在意的人，以后会好好的生活了。婆婆抹了一把眼泪。你要走了是吗？我点点头。周文成不爱我，从来都没有爱过。婆婆泪如雨下。你恨我吗？是我当年极力怂恿他娶你的，我相中你，你是我心中最好的儿媳。她拽着我的手不肯松开。我们跟妞妞一起生活不行吗？像以前一样。那只小狼崽，我看见他的眼睛就害怕。我深深地拥抱了给予我无限力量的婆婆。未来你们得自己走了。她的后背一下就弯了，背影萧瑟，老了10几岁。程兰，你永远是我的女儿。再见到周文成，已经是3个月后了。他早就派了律师来，离婚协议上给了我满满的补偿。我的心却一阵空空荡荡。他见到我的第一眼，仿佛失去了神采。对不起，程兰。我努力地挤出一丝苦笑。没事，也不算浪费了10年。我们还是女儿呢，你别把她忘了就行。她的眼泪一下就充满了眼眶。不会，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忘了我的妞妞呢？她过几天过生日，我还得给她办生日会呢，却始终不敢抬头看我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清楚，他没有力气去应付这些俗事了。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他问我：程兰，你爱过我吗？不重要了吧？我故作洒脱，过不下去离婚了的不有的是吗？怎么我们就不行？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一直都知道，却没办法去回应你。我的心早就死了。他垂头丧气。程兰，如果我的初恋遇见的是你多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